吴军集结100万大军大反攻，吴方长放话要收复失地。普京冷眼观察吴军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运华，欢迎收看运华观点。今天我们来聊聊吴方长放狠话，要集结100万大军开始大反攻。随着俄乌战争不断向前发展，美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性能也愈加先进。泽连斯基领导下的乌克兰当局又拿出俄乌冲突之前的那般豪言壮语，正打算谋划夺回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地区的阵地，甚至计划大举反攻俄罗斯。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正在集结一支拥有100万人规模的部队，并且装备西方的武器，正准备收复俄罗斯占领的南部的领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之前为了应对俄乌局势，乌克兰方面一度还在疯狂的征兵，甚至连妇女监狱里的犯人都派去了前线去打仗。既然如此，乌克兰战事持续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暂且不谈论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少，那么这个所谓的100万大军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全民皆兵不成。据乌克兰防长表示，这100万大军包括了70万人的武装部队，以及国民警卫队、警察以及边防军的总和。也就是说，乌克兰要集结的100万部队都是东拼西凑拼出来的。上面是乌克兰军方自圆自说的100万大军，下面我们来实际算一算乌克兰军队战前的总兵力到底有多少。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战前的兵力大约有60万人，其中包括正规军20多万人，预备队人员40万人，还有可以参加战斗的警察部队12万人，国民警卫队的士兵5万人，安全局特种部队1万人。综上可以算出来，乌克兰战前的总兵力是78万人。俄乌冲突以来乌军战损的人员超过了10万人，总兵力就连预备役和警察部队都算上，也不足70万人。所以说，吴军所说的100万大军大反攻，也许是个形容词，也许把妇女、犯人通通都算上吧。具体数字不说了，里面的水分显然太大。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吴军的战略企图。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方面提前公布作战意图，等同于丧失了战争的突然性。泽连斯基这么做，一方面既有恫吓敌方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有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嫌。刚才说了，双方打了将近5个月，吴军的精锐力量已经损失殆尽，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力即使拥有100万之众，但战力究竟如何呢？大家可想而知。不过在我看来乌克兰声称要集结100万大军对俄反攻，这意味着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换句话说，在俄罗斯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泽连斯基显然已经坐不住了，于是准备要玩一把大的。毕竟一旦这100万大军真的能投入战场，那现在的战局就不应该是顿巴斯攻防战，也许会变成莫斯科保卫战。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所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乌克兰方面倘若真正发起这么大规模的反攻，那么俄罗斯面对多地战场肯定会捉襟见肘，而面对吴军集中的100万军队，大概率也会出现兵源不足的情况。那么普京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无论这个100万反攻
是真是假，普京都应该为迎接一场大战做好准备。毕竟从西方近期的表态来看，大有支持乌克兰抗争到底的意思。这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近期又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将近3.68亿美元的援助，再次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援乌败俄的决心。而且呢，美西方提供的进攻型武器还在源源不断的运往基辅。其实突破限制的同时，又在层层加码。由此看来，俄军即将要面临的压力可谓不小。我们有理由相信俄罗斯一定能够经受住这场考验。毕竟在西方狼群战术的围攻之下，俄罗斯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还取得了节节的胜利。当然了，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因为俄罗斯手里边握有整个美西方世界都害怕的核武器这样的东西，这也是时至今日西方都不敢亲自下手的原因。那么就连西方都会害怕，乌克兰会不会害怕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